她被称为邪恶的金发女郎。万圣节当天，她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父母，事后还高调地举办了生日派对。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女孩，为何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呢？2002年的万圣节夜晚，里希·霍芬夫妇在卧室里平静地睡觉，但在半夜，一组罪犯闯入了他们家中，用金属棒袭击了他们，残忍地结束了他们的生命。这起令人发指的罪行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头条新闻。最初调查人员认为这是一起入室盗窃案，但仅仅几天后，侦探宣布他们逮捕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嫌疑人。里希·霍芬一家并非寻常之辈，他们居住在巴西的圣保罗。他们的别墅位于该市的布鲁克林郊区，价值300万雷亚尔，相当于60万美元。在90年代末、2000年代初，他们为自己积累了巨额的财富。他们的多个银行账户似乎都要爆满。家庭的男主人曼弗雷德是管理圣保罗高速公路系统国有公司的董事，也是环城公路项目的总工程师。家庭的女主人玛丽西亚是当地一名精神科医生，两人在大学时一见钟情，后来在70年代结婚。1983年，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苏珊娜。4年后，他的弟弟安德烈亚斯出生。两个孩子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，接受了顶级的私立教育，特别是苏珊娜在德国的一所高中毕业后，进了圣保罗天主教大学学习法律。尽管她努力追求成功和职业前程，但由于家庭财务状况优越，她并不需要担心金钱的问题。据估计，里希特芬家族的财富约为1700万美元。此外，有传闻称他的父亲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中还有1000万欧元。这笔钱在他完成学业后将归他所有。时间来到1999年的夏天，里希·霍芬一家参加了一个公园模型飞机展。弟弟安德烈亚斯对模型飞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个年长的男孩丹尼尔。19岁的丹尼尔在制作模型飞机方面有一技之长。安德烈亚斯向父母提出想付钱请丹尼尔教他，父母同意了这个提议。在之后的几周里，丹尼尔认识了安德烈亚斯的姐姐苏珊娜。16岁的苏珊娜很快对丹尼尔产生了好感。苏珊娜生活优越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而丹尼尔的成长背景截然不同。他来自一个低收入家庭。丹尼尔和他的哥哥克里斯蒂安在当地的修车行做机械工，两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了，他们甚至没有完成义务教育。对于这个保守的女孩来说，丹尼尔的叛逆让她感到好奇。两个人背景迥异，但是彼此吸引。考虑到苏珊娜的父母可能会干涉他们，她决定对父母保守秘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父母还是知道了两人的关系。起初，她的父母并不特别担心，甚至准许女儿和丹尼尔交往。但在了解了丹尼尔的真实情况后，他们的态度逐渐改变。原来丹尼尔不仅早早辍学，而且他还不求上进，几乎每天都要吸食大麻。尽管这在巴西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但对于勤劳富有的夫妇俩来说，他们不能接受女儿与这种人交往。尽管如此，弟弟安德烈亚斯还是决定包庇姐姐和好友丹尼尔。每当两人在汽车旅馆里或去丹尼尔家里消磨时光时，安德烈亚斯总是设法掩盖他们的行踪。2002年夏天，里希·霍芬夫妇要去欧洲度假1个月。考虑到苏珊娜当时已经18岁，他们让姐弟俩自由支配整栋房子。父母走后，苏珊娜邀请丹尼尔搬进家中，两人在家里度过了整整1个月。他们在泳池边喝酒，尝试各种毒品。1个月后，夫妇俩返回家中，发现这一切的他们彻底爆发。在随后的几周里，他们经常和女儿发生争执，要求女儿离开丹尼尔。每一次的争执都让苏珊娜感到绝望，她甚至要求父亲为她和丹尼尔购买一套公寓，这样她就可以和丹尼尔在外面过上幸福的同居生活。父亲对女儿的提议嗤之以鼻，他告诉苏珊娜，她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，但是要用自己挣的钱。如果她想搬出去，可以努力工作赚钱买一个自己的房子，而不是要求父母为她花钱买公寓。不仅如此，父亲还威胁要削减她的生活津贴。苏珊娜非常愤怒，但不得不顺从。她表面上妥协，但背地里仍然与丹尼尔交往，并且他们正在策划一场可怕的阴谋。2002年11月1日，里希·霍芬家中传出了恐怖的尖叫声。苏珊娜和弟弟安德烈亚斯在清晨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父母被人杀害了。警方到达现场后，在主卧里发现了2具尸体，他们在熟睡中遭到了凶手的袭击。根据房间里的物品来看，凶手使用了多种谋杀手段。夫妇俩被殴打得面目全非。
他们的脖子上有勒痕，其中一人似乎还受过水刑。男主人曼弗雷德的头上还套着一个垃圾袋，看起来这个家遭到了抢劫。一个手提箱里的现金被洗劫一空，但情况有些不合逻辑。袭击发生时，家里的警报系统没有通知街对面的安保人员。查看后发现警报系统已经被撤销，这意味着凶手必须知道密码。此外，被洗劫的现场过于整洁，办公室里的文件被均匀地抛洒在地上，家里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，没有电子设备被盗走，一些房间保持着原样。那么里希霍芬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起初媒体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姐弟俩身上。据报道，弟弟安德烈亚斯非常难过，他几乎整天都呼吸困难。苏珊娜似乎也很难过，但对于刚刚失去父母的女孩来说，她的情绪显得非常冷静。警方很快了解到，案发当晚姐弟俩都不在家。大约在晚上9点，苏珊娜将弟弟悄悄带出家门参加聚会，然后苏珊娜去找丹尼尔，两人一起去了汽车旅馆。他们的父母以为他们正在床上睡觉。大约在凌晨4点左右，姐弟俩返回家中，他们发现一些物品摆放的位置不对，房间里的纸张乱扔一地。当他走向父母的卧室时，发现了被杀害的父母。但是这里有几个疑点，苏珊娜对警方的陈述与她弟弟的陈述相互矛盾。她告诉警方，她的父母支持她和丹尼尔的关系，但这纯属胡说。11月1日是夫妇俩下葬的日子，在葬礼期间，苏珊娜似乎没有过多的伤心。有传言称，苏珊娜在父母被谋杀仅3天后，就在她家举办了一个泳池派对。她冷漠的态度引起了人们的猜测，但真正让他们暴露的是一个匿名举报。一个朋友举报了一个可疑的购买行为。就在谋杀案发生几天后，一名男子走进了当地的摩托车店，购买了一辆铃木摩托车。这本身并不可疑，但他们用100美元的钞票提前支付了所有款项。更重要的是，购买摩托的人正是克里斯蒂安，他是丹尼尔的哥哥。了解兄弟俩的人认为这个购买行为相当可疑，他们都知道这两人一贫如洗，而且还吸食毒品。有了这些信息后，警方将克里斯蒂安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。尽管他外表强硬，但很快他就承认谋杀夫妇俩的事实，而且他还供认丹尼尔和苏珊娜都是他的帮手。根据克里斯蒂安的说法，苏珊娜和丹尼尔策划了这场谋杀，这样他们两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，并且还可以继承父母1700万美元的遗产。两人立即被逮捕，苏珊娜成为了下一个招供的人。万圣节晚上，苏珊娜在父母入睡后解除了家中的警报系统，然后她让男友和她的哥哥进入家中，兄弟俩跑上楼，袭击了正在睡觉的夫妇俩，用金属棒殴打他们，并用垃圾袋包裹住他们。苏珊娜则在不远处等待，期待着男朋友成功的信号。接着三人洗劫了家中，制造了一个抢劫现场。随后丹尼尔和苏珊娜去汽车旅馆度过了余下的夜晚，而丹尼尔的哥哥去网咖玩起了游戏。苏珊娜说金钱并不是谋杀的动机，丹尼尔却表示金钱是主要的动机。尽管两人非常爱对方，但在被捕后马上分崩离析。庭审开始前，苏珊娜被允许保外就医，她同意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。在录制过程中，她哭泣着将一切都归咎于丹尼尔，声称丹尼尔摧毁了她的家庭，似乎他是一个无辜的人。在法庭上，苏珊娜和丹尼尔都被判定有罪，分别被判处40年监禁。克里斯蒂安则被判处38年监禁。苏珊娜有可能在服刑一段时间后继承他们的遗产，她可能在2042年获得自由，成为一个千万富翁。即使现在，苏珊娜和丹尼尔也是在半开放的制度下服刑，他们可以在特殊的假期出狱度假。有人还发现苏珊娜在度假假释期间参加派对。2023年，苏珊娜申请假释，并于1月11日获准假释。她现在在圣保罗经营着一家缝纫工作室，重新开始了她的生活。而她的弟弟安德烈亚斯在父母去世后从未恢复过来。2017年，3个邻居半夜醒来，发现有人闯入了他们的房屋，在地板上躺着一个男人。警察到达时，他声称自己不是暴力分子，他只是感到孤独和害怕。这个男人就是安德烈亚斯，他手里拿着传家宝，经常在街上游荡。不久之后，他被送进了医院。他们的住宅在谋杀案发生后一直处于废弃的状态。2014年，别墅被卖给了不知名的买家，他们将整栋外墙涂成了白色，仿佛一切将重新开始。